有人说，在2026年的春末，北斗七星连续3个夜晚显得异常明亮，像是一盏挂在北天的银灯，闪了3闪，又像是有人在黑色的天幕背后敲了3下警钟。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我们暂且不去争论观测上的细节，但有一个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民间流传的天象正好和阿南德最新的2026年大预言对上了号。他点名的3个关键时段刚好是4月、7月、11月，3闪，3个高危禁区，3波生死倒计时，全部对得上，这是巧合吗？我认为不是。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这个古老的天象警报配上阿南德这份被外界形容为400年一遇的预言，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将深入梳理2026年最可怕的，真的是大家以为的那场太平洋大地震吗？我认为不是，而且不是的程度会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请大家耐心听完，我相信看完这一期，你对未来这一年的看法会被彻底重塑。毕竟现在已经是4月底了，阿南德的第一闪正在我们眼前燃烧。从美以联手轰炸伊朗的那一声巨响，到米纳卜小学被误击的孩子们，从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2周停火，到日本冲绳防空导弹部队的部署，这个4月份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像是被谁预先写进了剧本。先说北斗七星，为什么老祖宗会把这7颗星看得这么重？史记天官书上是这么写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临至4乡。意思是北斗就像是天地出巡的坐车，围着紫微地星转动，掌管着春夏秋冬5行方位、节气历法。古人看天最先看的就是这7颗星，第1颗叫天枢，第2颗叫天璇，第3颗叫天机，第4颗叫天权。这4颗组成斗魁，也就是斗的勺子部分。第5颗叫玉衡，第6颗叫开阳，第7颗叫瑶光。这3颗组成斗柄。古语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一动，四季随行。这在古人眼里不是迷信，是真真切切的天文观测，是他们的时钟，是他们的罗盘，是天意的指针。更厉害的是，紫微斗数里还把北斗七星进一步神格化，天枢为贪狼，天璇为巨门，天机为禄存，天权为文曲，玉衡为廉贞，开阳为武曲，瑶光为破军。这7颗星各管人间的不同命格、不同性格、不同命运走向。命宫主星是哪一颗，往往就决定了你这一辈子的整体格局。整个东亚的算命传统，从台湾到香港，从日本到韩国，都绕不开这7颗星。可以说，北斗七星不仅是天上的物理存在，更是渗透进整个东方文化基因里的精神坐标。但更要命的是另一面，在古代的占星学里，北斗七星还对应着国家、帝王、军事、刑罚。第1星主秦，第2星主楚，第3星主梁，第4星主吴，第5星主燕，第6星主赵，第7星主齐。整个中华大地的命运都系在这7颗星上，所以一旦北斗出现异象，那可不是小事。古书上写得很清楚，星背于北斗，主威；彗星犯之，为义主；流星犯之，主克兵；克星犯之，为兵；五星犯之，国乱易主。翻译成白话，就是只要北斗附近出现任何异常的天文现象，战争、政变、改朝换代就会跟着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从汉代开始，每一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天官，盯着北斗看，看这颗星的明暗，看它的位置，看它的颜色，每一个细节都当成国运的指针。在那个年代，没有今天这些卫星、雷达、地震仪，老祖宗只能靠一双眼睛和一份耐心，把10000年的天象记录下来，然后验证每一次大事件之前，天上是不是有指兆。结果他们发现，居然真的有。每一次大变局之前，北斗七星多少都会给出一点不寻常的讯息。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宋史天文志，每一本都记录着这些天象与人事的对应，密密麻麻，动辄数10卷，是中华文明对宇宙最深沉的一次凝视。熟读《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还记得，
诸葛亮在五丈原临终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射灯祈让北斗。当时诸葛亮夜观天象，看见3台星中克星明亮，主星幽也，他立刻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姜维问他怎么办，他说可以让星续命。他在大帐之中点起7盏主灯，49盏外围小灯，7天7夜不出帐，诚心向北斗祈求12年寿命。他叮嘱姜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让闲杂人等闯入大帐。可惜嚷到第6夜，魏军逼近，魏延一急之下，箭步冲进大帐报告军情，无心之间竟然扑灭了主灯。诸葛亮弃剑而叹，说了一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从此星辰汉营，蜀汉气数已尽。古人对北斗的信仰、敬畏、依赖深到了骨子里。北斗7星从来不只是天上的7颗星，那是司命星君，是国运星象，是大时代的晴雨表。道教甚至直接把北斗供成了北斗星君，认为祈让北斗可以消灾解厄，可以延寿续命。民间流传的所谓拜斗，拜的就是这7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北宋皇佑年间，天上出现一颗超新星，就在北斗附近，亮度超过金星，白天都能看见，持续了20多天才慢慢暗下去。当时的天文官吓坏了，紧急上奏皇帝，说此乃大凶之兆。果然不久之后，辽国对北宋的压力急剧升高，西夏崛起，整个北宋的边疆秩序开始崩溃。历史学家后来推算，这颗超新星对应的正是今天著名的蟹状星云的母恒星爆炸事件。古人没有现代天体物理学，但他们通过几千年的观测累积，硬是把这种天象与人事的对应总结成了一套规律。虽然今天的科学家未必认可这套规律的因果关系，但你不能否认，每一次大事件前后，天上往往真的会有点什么。这是人类面对宇宙的一种朴素直觉，也是文明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一种预警机制。那么回到今天，2026年的这一道天象传言，巧合也好，提醒也罢，它和阿南德的预言几乎是同步登场的。阿南德的这支重磅影片是在去年的平安夜上线的，他在莫斯科发出了他从业以来最沉重的一次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历史转捩点，请注意，他用的是400年，这个数字不是随口说的，是他根据吠陀占星里土星和罗喉的合相周期推算出来的。土星象指旧秩序、旧体制、旧时代的崩塌，罗喉象指突变、迷乱、暗中浮现的势力，被压抑已久的能量释放。这2颗行星合在一起，历史上每出现一次，世界格局就要洗一次牌。上一次出现类似配置的时候，是17世纪的欧洲，30年战争撕裂了整个欧陆，西法里亚体系从废墟上站起来，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再往前推400年，是黑死病横扫欧洲，马可贝罗时代结束，明朝崛起，元朝终结，整个欧亚大陆地图被重新绘制。再往前推400年，是十字军东征进入高潮，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第一场全面碰撞。再往前推400年，是唐朝由盛转衰，阿拉伯帝国崛起，世界文明中心开始转移。每一次都是一次大洗牌，都是一轮生死换班，都是旧世界的葬礼和新世界的接生。历史上每一次土罗合相到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帝国能在原状态下幸存下来，没有一套秩序能在原样态下保留下来。换句话说，2026年到2028年的这一轮合相，极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生中所要亲历的最大规模的历史重组。所以这一次，连阿南德这位向来语气温和，再三强调自己不是制造恐慌的占星学者，这一次也是真的有点怕了。他点明了3个高危禁区，我们今天把它整理得清楚一点，把它说透一点。第一个禁区，朝鲜半岛。阿南德说，2026年朝鲜半岛可能会发生重大事件，而且这个事件不会止于本地，它会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扩散到整个自由世界。请仔细品味这句话，为什么是朝鲜半岛？因为在地理上，这是东北亚最敏感的火药桶，北边是拥核的朝鲜，南边是驻扎着美军的韩国，旁边是把朝鲜半岛视为战略缓冲区的中国，再往北一点是想要重返远东的俄罗斯。
这里只要稍微擦出一点火花，东北亚的军事天平就会立刻倾斜。日本要动，台湾要动，中国要动，俄罗斯要动，整个太平洋西岸瞬间进入红色警戒。阿南德没有具体说会发生什么，但他用了一个词，影响整个自由世界。这个措辞已经够重了，它意味着的不是区域性的小冲突，而是会牵动全球秩序的关键事件。是领导人变动，是核试验，是边境冲突，还是更深层的什么？星象只能告诉他位置和时间，告诉不了他细节。但既然警报已经拉响，我们就有理由提高警觉。熟悉北韩内部结构的朋友都知道，金家王朝表面看起来铁板一块，其实内部派系斗争暗潮汹涌，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继承人问题、军方和政权核心的权力分配，每一个变数都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变成触发器。如果阿南德的警告是指向北韩内部的继承动荡，那后果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一旦北韩陷入权力真空，中国大概率会立刻出动以保护缓冲区，韩国会北上，美军会东移，俄罗斯会抢先入场，整个朝鲜半岛可能瞬间变成新世纪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代理战争舞台。第二个禁区，中国的西北和东北边境，这个题型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提到中国的风险，第一反应是台海，第二反应是南海。但阿南德这次完全跳开了这二个热点，直接点到了西北和东北。西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疆，意味着中亚接壤地带，意味着一带一路最敏感的桥头堡，从吉尔吉斯到塔吉克，从哈萨克到阿富汗，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裂痕都集中在那条线上。新疆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大事了，这几年的内部维稳力度极强，从表面看一切平静，但平静的越久，反而越值得警惕。地下的暗流从来不会因为水面的平静而消失，它只是在积蓄势能。东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靠近朝鲜，意味着靠近俄罗斯远东，意味着传统工业老区与粮仓。东北这几年人口流失严重，经济相对停滞，与朝鲜和俄罗斯的边境贸易又因国际局势起起伏伏，整个区域的张力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大家平时不太关注。阿南德说，这二个地区可能出现恐怖主义事件，边境冲突，也可能出现他没法明说的更深的东西。星象不能告诉他细节，但星象能告诉他位置。这个位置对中国来说是10年没有真正出过大事的二块区域，一旦动了，那就不是小动。它意味着中国要被迫从沿海战略转向内陆防御，整个国防资源的重心可能要重新部署，对东亚局势、对全球供应链、对国际资本流向都会产生深远的冲击。台海紧张是大家看得见的，西北东北的问题如果浮上水面，那是大家完全没准备好的。第三个禁区，西太平洋的菲律宾加日本一线，这条线地质学上叫环太平洋火环带，是地球上 90% 的地震、75% 的活火山的所在地。阿南德点到的这条线，外加他在另一份分析里提到的太平洋板块觉醒理论，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个说法的源头。他说2026年太平洋板块将进入应力释放期，可能爆发极高震级的地震。地震学家其实也持类似观点，日本南海海槽、美国卡斯卡迪亚断层、智利俯冲带，这3个地方早就被列为下一场巨震的候选人。日本内阁府公布过一份报告，南海海槽在未来30年内发生瑞士8到9规模地震的几率高达 80% 左右。这个数字是写进政府文件的，不是危言耸听。阿南德把菲律宾和日本拎出来单独点名，不是没有依据。菲律宾正巧处在3个板块交界，马尼拉海沟、菲律宾海沟、东吕宋海沟，每一条都随时可以动。马尼拉海沟如果一次释放完，整个南海西侧都会被海啸横扫，香港、海南、广州、台湾西南部都在第一波打击范围内，日本就更不用多说了。南海海槽这个名字这几年已经出现在每一个日本防灾部会的内部文件上。富士山自1707年宝永大喷发之后沉睡了300多年，这段时间正好是火山休眠的极限周期，每一个火山专家都在屏住呼吸，等着它的下一次苏醒。一旦动了，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小岛国
没有一个能独善其身。台湾本身就坐在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线上，每一次大地震，台湾的命运都被牵动。2024年的花莲 7.2 强震只是一个开场，主菜可能还在后面。3个禁区，朝鲜半岛、中国西北、东北、西太平洋火环，3条线连起来，正好把整个东亚、东北亚、环太平洋圈在里面。这就是阿南德画出的2026年危险地图。接下来说3个时段，也就是我们开头讲的北斗连闪3夜对应的3道警报。第一道，2026年4月下半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这里会有点汗毛竖起，因为4月底正是各种国际大事密集发生的时候，从美伊联手轰炸伊朗的军事行动，到米纳卜小学被误击的孩子们，那一份触目惊心的伤亡名单，从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之下达成的2周停火，到台海周边军演的密度，到南海各方舰艇的集结，这个4月，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伊朗境内的伤亡数字，美方的最后通牒，联合国人权机构对误击事件的调查，日本冲绳防空导弹的部署与那国厅厅长与防卫大臣的会面，这一连串事件像被按了快进键一样轮番上演。阿南德的第一闪正在我们眼前燃烧。如果你回头去看他在去年12月24日就上传的那支影片，他清清楚楚地说了4月下半月恐怖主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将大幅上升。当时很多人觉得他是在凑热闹，现在回头看，这份预警的精准度又一次让人脊背发凉。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伊朗代表团这次去巴基斯坦谈判，特地带上了米纳卜孩子们沾血的遗物，把这作为复仇态度的象徵。伊朗官员放话，如果这次谈判破裂，战火重燃，将对美以在中东的利益发动毁灭性打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4月底的这场停火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休战，随时可能崩盘。如果他在7月之前破局，那就和阿南德的第2闪完美接上了。第2道警报是7月24日前后20天，也就是7月14日到8月3日这段时间。阿南德对这个时段的警告特别强烈，他说，这是星盘上计算出来的最高危险窗口期，星象配置会在这个时段达到一个临界点。7月本来就是夏至过后地球能量最旺、人心最浮躁的时候，历史上很多重大转折都发生在7月。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1937年卢沟桥事变，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拉开序幕。1991年苏联819政变的前奏全都集中在7月、8月这个窗口。再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第1波在亚洲多地大爆发，也是在这个时段达到高峰。这个时段本身就带着一种引爆点的气质。阿南德要我们在这个时段格外警戒，不要去人多拥挤的地方，不要把重大决定压在这个时段，能缓的事情尽量往后挪一挪。对于这个时段在台湾、在日本、在韩国、在菲律宾的朋友来说，这份提醒可能值得你认真贴在月历上。如果你计划在7月下旬有大型旅游、大型聚会、大型投资决策，建议你重新评估时间点，宁可早做，宁可晚做，尽量避开这个窗口。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常识。第3道警报，2026年11月中旬，这是阿南德这份预言的压轴戏。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是11月，只说星象变化会在那个时候达到一个峰值。但你如果把这个时间和盲眼龙婆对2026年11月的预言放在一起看，那就更有意思了。盲眼龙婆说，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智慧文明接触，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说法乍听像科幻片，但你想想，当阿南德的占星和盲眼龙婆的灵视居然指向同一个月份，这就不是纯粹的巧合那么简单了。11月可能会发生一件超出我们认知框架的大事，是冲突，是天灾，是科技重大突破，是真的有什么东西被发现，我们不敢妄断，但这一闪注定不会平静。我自己倒是倾向相信，它可能不是外星人来访，而更可能是某项在2026年震惊世界的科学发现或技术突破，彻底改写人类对宇宙、对意识、对自身位置的看法，也可能是地缘政治格局里
某一张旧王牌的崩塌，某一张新王牌的登场，又或者是我们之前聊过的那颗星际访客3 ITLAS， 在离开太阳系之前的某个关键节点，再次被全球望远镜捕捉到一个让所有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的异常讯号。11月的天空可能会给整个世界一个从未准备好的答案。4月、7月、11月，3闪，3个高危禁区，3波倒计时，这是阿南德送给2026年的清单。那么问题来了，2026年最可怕的是什么？很多人第一反应当然是地震，毕竟太平洋板块觉醒，南海海槽临界，菲律宾3大海沟随时可能动，这些东西听着就毛骨悚然。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有点反常识的观点，最可怕的真的不是地震。为什么？因为地震虽然可怕，但它有一个特性，它是局部的，是一次性的，是物理性的。我们知道它会来，我们可以做防灾准备，可以加固建筑，可以储备物资，可以演练撤离。地震带来的是伤痛，是重建，是若干年后一切恢复原状。日本1000多年前的贞观大地震，东北2011年的311大地震，每一次都很惨烈，但每一次文明都站了起来，国家都重建了。地震不是文明的终结，即使是规模9的超大地震，城市可以重建，产业可以迁移，人口可以恢复，这是物理性的灾难可以被消化的特性。真正可怕的是阿南德、盲眼龙婆，还有一大堆我们今天还来不及一一展开的预言家，他们所有人都在指向的那个共同的东西，叫做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比地震狠太多，它是同时发生的，多维度的，层层叠加的，互相催化的崩塌与重组。它不是一次震动，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第一层，地缘政治崩塌，乌俄战争没有结束，中东美以色列之间的火还在烧，朝鲜半岛的引信没有拔，南海台海的弦绷得越来越紧，5个地缘热点同时冒烟，这在二战之后是从来没有过的局面。任何一个热点失控，都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其他4个带下水。盲眼龙婆预言，主战场会从东欧燃烧到中东与亚太，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欧洲多国沦为焦土。这是他生前留下的话，当时听起来像呓语，现在一句一句对照下来，已经有人开始发抖。我们今年3月看到的美已联手空袭伊朗，正是他当年所说的战火从东欧烧到中东，第一段已经在现实中兑现。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一轮地缘政治崩塌的速度比上世纪任何一次都要快。冷战时期的危机动辄几年才升级一次，双方还有大量缓冲空间。今天的危机从新闻发布到军事反应，往往不超过72小时。社群媒体把整个世界压缩成了一个房间，任何一处的风吹草动，瞬间就传到所有人的手机上，情绪被放大，冲突被加速，误判的可能性被指数级提高。这就是为什么阿南德反复强调，2026年的危险是过去任何一年都不能比的。第二层，全球金融崩塌，盲眼龙婆预言的是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阿南德的观点是黄金将是这一轮危机中涨幅最大的避险资产。他说的是，黄金可能涨到目前价格的4倍。这个预言听起来像赌徒的醉话，但你看看过去这一年的黄金走势，看看美元信用在多国央行眼里的位置，再看看美国的国债规模，就会明白它不是乱讲。当主要储备货币的信用开始动摇，世界第一个倒下的就不是哪个国家，而是一整套战后金融秩序。比特币、黄金、避险资产这些原本被认为是边缘选项的东西，可能会被推到舞台正中央。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的是储蓄的真实购买力可能在1年之内被腰斩，甚至更惨。你今天的100万，到了2027年，可能只剩下相当于今天50万的购买力。这不是危言耸听，看看阿根廷，看看土耳其，看看委内瑞拉这些已经经历过货币崩溃的国家就知道，当这套剧本被搬到主要储备货币身上，整个全球经济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你问我2026年最该做的财务准备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分散再分散。不要把所有资产压在一种货币、一个市场、一种资产类别上，多元才是这个时代的诺亚方舟。第3层，
AI 反噬，这是最让我背脊发凉的一条。盲眼龙婆说，2026年 AI 将全面渗透人类生活，并出现反扑迹象。阿南德也说，当人类过度依赖 AI， 灵性会被掏空，而被掏空灵性的人类会成为 AI 最容易操纵的对象。这已经不是科幻了。当你每天的阅读内容、社交动态、消费决策，甚至投票倾向，都是某个推荐演算法在帮你筛选的时候，你还能说自己是在自由意志下做选择吗？这场仗是看不见的仗，但它每天都在打。我们以为自己在用 AI， 其实是 AI 在重塑我们。当这个趋势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整个人类社会的决策系统可能会出现一场我们完全没准备好的崩塌。从目前的研发节奏看，通用人工智能很可能在2027到2029年之间达到临界点，也就是说，2026年极有可能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主导文明的最后一年。当 AI 的能力全面超越人类的时候，我们这个物种要怎么自处？我们的工作怎么办？我们的价值怎么办？我们的尊严怎么办？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他们的时钟已经开始倒数了。第四层，气候紊乱。阿南德的原话是，地球能量失衡，会出现天空泛红、极端冰雹、冰盖融化加速、洪旱交替。盲眼龙婆说，全球 8% 的陆地会被天灾吞噬， 8%。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沿海城市、岛屿国家首当其冲。如果这个数字哪怕只兑现 10%， 全球大概就要新增上亿的气候难民，粮食供应链、保险业、地产业，没有一个能独善其身。这几年的全球气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历史平均线，几百年一遇的洪水，千年一遇的高温，创纪录的台风，每一个夏天都在轮番上演。我们的星球正在用一种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的方式发出它的疲惫与抗议。第五层，文明范式转换。土星罗喉合相，象指的是旧范式的瓦解和新范式的诞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那套规则、那套秩序、那套价值观，可能正在它的尾声。新范式长什么样，没有人知道，这是最让人焦虑的部分。当你不知道未来的规则是什么，你连准备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准备。你储蓄什么货币？你投资哪个产业？你让孩子学什么技能？过去的答案在新范式里可能完全失效。10年寒窗考上名校的传统路径，在 AI 时代可能不再是高回报投资。终身一份稳定工作的职涯模式，在大变局中可能完全行不通。连婚姻、家庭、信仰这些最基础的人类制度，都在被重新讨论、重新定义、重新挑战。把这5层叠在一起，你就会明白，地震只是冰山的一角，是整个变局的一个指照、一个提醒、一个警钟。最可怕的不是地壳的震动，而是文明本身的震动。当文明本身在震动的时候，地震只是它打了个喷嚏，地震之后，国家还在，文化还在，秩序还在，但文明震动之后，可能你熟悉的一切都被重写。那有没有好消息？有。阿南德这次特别强调，2026年也是医疗、数学、科学突破的大年。他说，医疗科技将会有一些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这个说法和很多前沿科学家对2026年的展望是吻合的。基因编辑、抗衰老、神经界面、量子计算、室温超导、可控核融合，每一个领域都站在临门一脚的位置。当旧世界在崩塌，新世界也在诞生。这就是大变局的双面性，它毁掉的是僵化的、过时的、不可持续的，它催生的是崭新的、突破的、有生命力的。如果你能在这个转折点上看清方向，那么这一年对你来说，也许恰好是100年一遇的最大机会。历史上每一次大变局，最后都会诞生一批新的英雄、新的富豪、新的领袖、新的思想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有了拿破仑。189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有了爱迪生，有了福特。1950年代战后重建之后，有了丰田，有了索尼，有了松下。每一次大震荡，淘汰的是不愿改变的人，成就的是看清方向的人。2026年的这场大变局会诞生哪一批新人？你会不会就是其中之一？
答案就藏在你接下来这一年的每一个选择里。阿南德还反复强调一个词：心理韧性。他引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的观点说，恐怖主义、冲突、危机，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炸毁建筑，是炸毁你的心智，让你陷入创伤状态，逼你在地缘政治和个人决策上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最重要的功课是保持冷静，是训练自己在波动中不被波动带走的能力。这是个体层面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看新闻但不被新闻绑架，了解风险但不被恐惧支配，做好准备但不在准备中失去当下。这就是阿南德希望我们在2026年练就的功夫。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心理韧性就是不害怕，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心理韧性是能害怕但不被害怕主宰。你看清楚危险，你正视它，你做出该做的准备，然后你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陪家人，照常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你被恐惧吞没，每天刷末日新闻，刷预言视频，刷各种惊悚标题，最后把自己刷成失眠，刷成抑郁，刷成什么决定都做不了，那你就已经输了。预言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状态，他们做这份工作是希望唤醒，不是希望瘫痪。那么回到开头的那个画面，北斗七星连闪3夜。如果你问我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我会说星不一定真的在闪，但时代正在闪。4月已经闪过第1次，7月会闪第2次，11月会闪第3次。我们可能正活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年的中间。这一年会被未来几代人反复书写，反复研究，反复说它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把整个21世纪彻底分成上下半场的。最后说几句心里话，预言这件事本来就不是用来吓人的。阿南德自己也说过，他不是先知，他只是分析数据和星象的占星学者。他做这件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躺平等死，是让我们提前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财务的多样性，准备地理的弹性，准备心智的稳定，准备人际关系的韧性。当你做了准备，再大的风暴来都能站住脚跟。当你没有准备，一阵小风就能把你刮走。2026年的北斗七星，我们希望它别再闪了。但如果它真的还要闪下去，那就让我们做好准备，迎接它每一次闪烁。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我们害怕而停下，但会因为我们准备好了而少压死几个人。古人在五丈原为北斗点过7盏灯，希望延寿12年。我们今天也该为自己心里点上那7盏不灭的灯。第1盏叫清醒，是看清世界，不被表象迷惑的能力。第2盏叫知识，是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理解框架的习惯。第3盏叫健康，是身体和心理在风暴中能撑住的本钱。第4盏叫家庭，是无论外面多乱，回到家还能感受到温暖的港湾。第5盏叫财富的多元，是不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的智慧。第6盏叫精神的独立，是不被群众情绪裹挟，不被社群媒体绑架的清醒。第7盏叫信念，是对未来的信任，对自己的信任，对人性最终会走向更好的信任。只要这7盏灯不灭，2026年再大的变局，我们也能穿越过去。北斗连闪3夜，闪的是天意，也是人心。生死倒计时已经开启，但倒计时的另一头，从来不只是死亡，也可能是新生。历史上每一次大变局，都吞噬掉一批不愿改变的人，也成就了一批看清方向的人。今天的你会站在哪一边，全在这一年里见分晓。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点起7盏灯的时候，他要的不是逃避命运，他要的是再多一点时间，再多一点机会，再多一点为这个世界做事的可能。我们今天面对的2026年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要逃避命运，我们是要在这场大变局中多争取一点时间，多看清一些方向，多做好几步准备，多守护几个我们所爱的人。北斗的光从来不是让我们害怕的，它是让我们找到方向的。在最黑的夜里，看见它就知道北方在哪里，就知道明天还会升起。